紧接着这一题呢，我们来谈谈这个美国哈。但是当然这一题我们知道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很密切，这一题呢其实也跟我们台湾有关系。最近大家惊呆了哈，看到有2位资深记者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像是炸弹一样，现在炸的整个华府呢七荤八素。美国一个这个民主制度这么成熟的国家，竟然会发生这种事，真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哦。另外一头，我们看到我们台湾最近炒得很热的，我们的这个驻美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哦，大家知道这是我们在美国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机构，它的名称很长，驻美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啊，现在说希望要改名字，改什么名字呢？希望能改名就叫做驻美台湾代表处哈。当然这个听懂了吗？敏感的人士立刻听懂了，有一点点要倾向这个台独的这个意味哈，是不是呢？那么现在据说呢，大家都在推动，当然这推动也不是1天2天，你记不记得在去年12月的时候，在美国众议院呢，大概就有80人。联名致函啊，联名致函给当时的国务卿蓬佩奥，希望能够推动这件事情。民进党政府执政以来，一直不断的在推动这个事情。那么萧美琴像我们的驻美代表，据说跟美国的关系很好，他也在致力在推动。但当然呢，我们要讨论一下哈。改名从这么长的一个名字改为把台湾放进去，那请问一下有什么样实质的好处？我们的纪老师长期在这个外交部门服务，对于这个外交事务非常非常的这个娴熟。我先请教一下这个纪老师，大家都想问，好，改个名字，我们先不管其中的一些政治纷扰。或是可行或是不可行，请问改名之后台湾能够有什么立刻的好处吗？我们就能够进入联合国吗？我们就能够有更多的朋友吗？我们能够赚更多的外汇吗？我们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基本上是0，没有任何改变，对，而且会把两岸关系搅得更紧张。那这里面美国考量也不是台湾高兴不高兴，或者台湾能够得到什么好处。美国一直用这个来对于他去制衡中国大陆，台湾就是一个棋子，这个棋子要怎么打，那就是说要玩到什么程度。那我说美国其实玩台湾这个棋哈，我说我真的花一点时间，1个下午我可以帮他可以写出200到300招，就跟下棋一样，很多招。那这也是其中一招。那美国一直在玩台湾的棋。那我是觉得我们台湾应该要去考量，就是说，你美国玩这招棋玩到什么时候哈？如果我们两岸打起来的话，那我们就要小心了。那么如果两岸变成战火的话，你美国玩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负面的。你去玩，如果玩对我是有好处的话，我没有什么反对。可你要玩到一个让两岸或让台湾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台湾年轻人的未来都因此而葬送的话，那我们这样当然要反对了。那我是觉得这个名称的问题现在来讲，在这个时刻时空条件下，我觉得是蛮危险的一招棋。我说危险，就是说会危及我们两岸之间的这个紧张关系，已经很紧张了，绷得很紧了。你等于再丢了一个鞭炮进去，你再往下去的话，真的会出事情的话，那这个对我们来讲的话，这是对我看这个问题，我是从这个角度上看。好，但是我们看到这次算是层级蛮高的哈，这个白宫的国安会的亚太政策官员凯贝尔他支持，然后多数的美国的国安会成员还有国务官员都赞同但当然最后还必须要拜登签字才作数那此刻呢，我们的这个吴钊燮还有顾立雄也已经到美国去访问了，那么据说要去建一些这个特殊的一些管道。当然我们知道特殊通道、特殊管道在台美之间是行之有年，就是避免呢要触怒这个中国大陆，这也是台美沟通的这个渠道。但以这么高的层级要启动这个渠道呢，可以说是拜登任内的第一次。那这次呢，我们看到也有一些巧妙的一些这个技巧包括双方的会面仍然没有在华府当然华府的敏感性大家可想而知，而是在60英里外的这个马里兰的这个首府，所以没有进到华府。当然这个部分呢，就是避免要过度挑衅北京，也是美国严守一中政策的一个展现。不过当然如果一改名字的话呢，其实美国是一个指标如果真的改名的话，全球是会有骨牌效应的对。那么纪老师刚刚讲的很对，就是
改名字这件事情呢，就是台湾牌的其中一招嘛，哈，可以写出200-300招，就一个小球，我可以再拆成2个小球，拆成3个大球，再把它滚成更多的大球，看看台湾到底可以玩出多少个球来啊？那这么多的球在我手上呢，我就等于说是有了筹码，可以跟中国大陆制衡中国大陆啊，哈，交换一些东西啊等等。但在此之前没有多久哦，9月10号，我们看到拜登才打了个电话给习近平，据说两人谈了很久哦，结论是两人都同意重回对话的管道，重回这个轨道上啊，也就是说双方都释出了善意啊。但释出善意没多久，9月10号打了电话，但现在这个改名的消息又曝光，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两手策略吗？这个，我最近也跟很多朋友，我们都在一直讨论这个问题。它有点很多让人费解的。第一个，这个新闻哈是《金融时报》英国金融独家披露，是。然后时间点我们也不晓得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哈，可是它是一个，它这个是在美国的这个主笔他发表的。那这个时候就很多人在猜，其实他是对于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丢下了一个炸弹，倒不是台湾，我们只是我觉得我们不是一个最主要的角色，是这个新闻下去是在华府跟北京之间丢了一个炸弹。是，那为什么有这个时候会丢这个炸弹啊？那大家都很怀疑动机是谁做的，然后呢，另外一个呢，谁是获利的？有人猜日本的，有人猜，因为《金融时报》现在老板是日本人，是日本的这个日本的经济新闻买下来了，有人这样猜了，可是都是猜，有人说是美方，有人说是台北，那不过里面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苦主，这个新闻有一个苦主，我认为就是 Kirk Campbell。Kirk Campbell 被点名出来哦，说他是赞成这个的。是。那这个案子你把它点名出来，你看美国社会，美国这个相关的各界对这个议题也不一样的看法。像这个叫什么？就有人反对啊，美国人有反对。那这时候你去戳中国大陆，对美国利益不利？对，是啊。他认为我们现在是要慢慢跟大陆找到一个合作的点。那为什么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后把这个那另外一方面，就从 Blinken 的角度来看，说 Blinken 说这个社畜改名是我的全责啊，怎么 Kirk Campbell 他为什么要站出来表示立场？这内部就会引起他的，所以这个里面这个新闻是卷起千堆雪。不过整个来讲的话，一般的看法就是这个新闻一爆出来对于华盛顿跟北京之间又会造成很大的一种冲突。那么呢，这个冲突呢，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台湾会认为我们是获利者，可是我从角度看，我觉得过去美中有冲突的时候，台湾往往也是受害，不见得获利。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是现在牵一发动全身。不过整个来讲，最后当然还是要拜登最符合，拜登本人来敲定。那看起来拜登跟中国大陆的这个整个的布局我觉得他已经到一个收尾的阶段了。收尾也就是说，我先造了很多事，拉了很多拉帮结派以后我现在真的要跟你坐下来要谈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冒出一个社畜问题我认为从拜登的角度来看可能认为是一个比较有一点乱他大局的一个乱他布局的一个发展。是，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拜登有拜登的考量那美国有自己的利益，但是从这个台湾，特别是从民进党的角度来看，这就是一个很嗨的一个题目嘛。感觉上这个美国呢对台湾真是有情有义，挺台湾没有极限。但这个部分呢，最近在台湾有一些研讨会谈到了这个题目，要把一个大的背景放进去，就是说呢，美国刚从阿富汗撤军就好不容易才把脚从这个泥淖里面拔了出来所以他当然希望能够他会在短时间之内再去涉入一个这个乱世的这个战局吗？他会希望这个地方的火再烧起来，让他来派兵吗？可能吗？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在这个民进党操作这个议题的同时，可能大家要想清楚。那另外一个炸弹就是华邮最近也揭秘华盛顿邮报说呢。
这很特别。我们知道这个军事啊、外交啊等等，当然是总统的权限啦。但是他要揭秘，这是2位呢非常资深、大名鼎鼎的美国记者，其中有一位哈，我想大家都知道他就是当初揭露这个水门事件哈，得了很多大奖，资深记者。那他跟另外一位呢，也是这个在美国享有盛名的一位调查记者，他们2个合写了一本书哦。那么这本书呢，揭露了一些让大家惊呆的秘密，也就是说呢，当时美军的高层竟然打电话给中国大陆的将领的高层，要保证不开战啊。双方分别是一位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参谋首长的这个联席会主席米利，那么他打电话给中共的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李作成，据说2个人通了2次电话，时间点呢分别是在去年的10月30号。10月30号是什么呢？是美国总统大选投票的前4天啊。另外又打了1次电话，是在今年的1月8号。1月8号是什么新闻事件呢？就是当时川普败选之后，他的支持者不是吗？冲进了这个国会山庄的后2天啊。所以大家有了这2个新闻事件的背景，大概就可以知道他打了这个电话给这个李作成干嘛呢？美军的将领打电话给大陆的将领，告诉你，我们不会对你们怎么样，我们不会开战我们如果开战的话这个如果真的要对你们怎么样，我一定会事前知会你。但这个电话呢，当然是个极机密的电话，而且是越过当时的总统川普，虽然川普败选了，但他还是当时的美国总统。所以这个部分呢，当然在美国炸了锅，分成2个角度。第一个就是大家认为当时的川普呢，他的心智已经丧失了，他的判断力已经丧失了。他现在他败选的愤怒当中，他可能会做出一些疯狂的一些事情，好巩固他的政权。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是呢，像美国这样的一个民主国家，竟然他们的这个美军的这个高层将领可以越过总统，越过所有的这个体制，打电话给一个敌对国家的一个高层将领，做出了某些没有经过程序这个表达或是这个总统同意的一些承诺所以在美国现在也分成2派，有人觉得说他是不是叛国啊？你怎么看待这本书的内容？我认为这个是个美国建国200多年，可能是第一次。是要发生在其他国家的话，那个不可收拾啊。那从事情的性质来看，我觉得拜登因为不是川普他讲说，他一开始说这个是笨蛋说这个米勒好，这个所谓的参谋连长参谋联席会议主席他是笨蛋。然后他说如果他真的做的话，他就是叛国。对。那事实上真正我们严格说起来的话，他这件事情是瞒着他的总统做的是有点这个问题。那可是呢，这个米勒也蛮聪明的，你知道，他是自己召开会议，把他这个所有下面重要的幕僚属下各军种的头都叫来一起开家会议。而且听说他打电话给大陆的这个他的对口的时候，对参谋长李作成，不是他一个人这些人都在场，他都在场，所以他是很多人众目睽睽之下，他打这个电话，那也就是说大家都背书他，也就是说当时那个情势是美国总统跟美国的不是军头是每个整个军方是站在对立面的，也是整个军方怀疑美国总统讨他派系，就是就是说会怕他做出这些事情，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爱国的。对，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在美国已经引起轩然大波，而且还会继续。那现在是怎么样？现在是拜登跟现在的民主党都支持这个 Mark Milley 这个联席会的主席。对，那所以他短暂应该不会被法律追究。所以这件事情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核弹在美国这个社会爆开，非常 shock 当然没有错啦。这个川普确实是一个这个非典型的政治人物嘛，非典型总统嘛。他在败选时候，你看到他的这个愤怒他的这个张狂，也让大家很担心他当时会做出什么事情。还有世界上很多这个大战都是我们看到都是怎样，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小事所引起的。所以会不会在他这个极度的愤怒当中，他丧失了一些心智？
特别是当时他的很多支持者给了他很多力量，让他相信自己可能可以扳回一城哦。那当时他还跟当时的这个美国议长裴洛西记得还通了话。那裴洛西就讲川普嘛，说他疯了，他说你知道的，他疯了。所以米利也说，他说你说的这些我都同意。也就是说呢，他打了电话，打了1次电话，打了2次电话。事实上呢，就像季老师所说的，也不是他一个人的悄悄的进行，他也征询了一些重要的一些人物啊。那他也找了他的这个团队，说明事态的一些严重性。那特别是他担心会启动一些所谓的核子武器，对，启动核子武器的时候，务必要知会我，要让我能够参与进来。他很担心自己被边缘化，然后莫名其妙世界大战就爆发了。他怕川普按那个按钮啊。可是川普他否认，他说我没有准备打仗，我不会打仗。那是现在吧？可是我是觉得这个问题根本还没了。为什么？因为美国人也要担心，我们也要担心。说川普现在2024再回来当总统的机会并不低哦。现在他们说，川普2024会出来选拔。你问美国很多共和党人说，我看没有别的人啦。而且现在川普的这个声势好，对他的声量还是很高啊。而且，所以这位曾经跟着我看这个 Mark Milley 这个参谋联席会长主席他不要现在有拜登撑他他没事。等哪一天川普又回到白宫的时候他可能会很麻烦。那因为这件事情，他做这件事情我看也只有美国的最高法院能够决定说你这个做法是对还是错。因为有的时候你不能够说你的就这个英文讲就是说你的目的不能够来就合理化你的做法。那西方的这个整个的法治就是说，你不能因为目的，所以你把你的那个程序丢掉了，法的程序。那现在尤其是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嘛，对不对？而且他是打电话给他的敌对的国家，等于说他把他们军情的很重要的讯息告诉了他的敌对国家。对，而且他总统不知道。对，在这个过程当中，敌对国家可以掌握，就是川普真的是有点 tagapaki， 对不对？对啊，那川普说我没这个美国现在已经乱了，对啊，他们的总统已经疯了，对，然后你放心，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军事情报对，所以很难想象美国的军方最高层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就赤裸裸的，直接告诉他的这个敌对国家，所以这个部分如果说，当然现在因为事情刚曝光嘛，后续的效应会怎么样还不知道，但他可能会牵涉到一些法律的问题，因为确实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之外这算不算是叛国罪啊？也就是说你不能说我因为爱国，对我的判断，所以我就做一些法律程序禁止我做的事情。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很争议啦。我也觉得这个案子，我希望看到美国社会继续有讨论，看他们最后得出什么结论。非常惊讶，尤其是我们看到这2位资深记者他们这个书名叫 Peril， 这个字危险这个字其实是很重这个英文单字 Peril 这个字你像英文说黄祸嘛，他们以前被这个蒙古人就 Yellow Peril， 对，你想想看用黄祸，那这个 Peril 它现在形容的是谁呢？当然就是形容的是 Trump 啦，所以用这个字来形容 Trump。那当然，这个 Washington Post 他们记者本来的这个立场就很清楚了，而且他们过去对 Trump 就是非常不假辞色了。那现在又把这些事情挖出来，我想最后还是民主制度，最后还是由美国的老百姓来决定，然后决定说这件事情可接受还是不可接受。可是问题，美国现在问题就是说。这同样一件事，可接受的正好一半，不可接受的一半，所以美国社会现在相当的分裂跟对立。对，但如果川普真的是当时疯了他启动了这个核子武器的话，你想想看。大陆的中国大陆的这个核武能力也很强对，这个如果真的启动核武，那恐怕就是第3次世界大战的到来人类是现在毁灭的危机当中，所以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这个米利这位这个参谋这个首长联席会的主席，他到底是一个拯救人类的英雄，还是一个美国的叛国者？这个当然，我觉得由美国老百姓去决定啦。不过，如果美国乱的话，像如果再发生这种情况下，我想这个世界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总是希望他们还是能够保持克制他们就算有理智。当然，现在美国社会可能这种民粹还有各种对立价值对立
然后社会不满也是我有史以来最高的吧。那所以我们国内要保持一个，在台湾啊，我们要保持一个冷静的心。那么要想想什么对我们最好，都跟着像美国这样子跑的话，哈，那这你看美国的军头都已经不信任他们的政治头了，我们对美国还要这么信任的话，那就表示我们警觉性不够高。